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谷歌产品经理硅谷大舅。那怎么样呀？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什么是产品思维？那很多人在面试产品经理的时候，别人问他说：“哎，你有没有产品思维啊？”那产品思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特别是对于非产品经理来说，哎，他们往往就会知道说：“哎，我怎么能够有一点点产品思维呢？”其实我觉得“产品思维”这四个词可能有点抽象。如果我们把它怎么样呀，分解成几些不同的怎么样呀这个意思的话呢，可能更容易理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三种常见的产品思维，并且呢，用我自己做自媒体作为一个例子吧，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个产品思维。而且对于你来说，你就算不是产品经理，你是比如说设计，你是运营，你是工程等等，你都可以运用这些产品的思维来帮助你去理解产品，甚至怎么样呀，更好的做好你的工作。好的，那我们怎么样呀？话不多说，我们先说说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产品思维。第一个非互联网产品经理也可以去学习的产品思维是什么呢？是 market size，也就是说市场规模的一个思维。或者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怎么样呀 coverage， 也就是覆盖率的一个思维。也就是说，产品经理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和这种产品思维不仅仅是说我对一件事情或对一小部分的用户或者是产品产生的影响，他会去思考这个东西到底能够对多大的一个事情发生怎么样呀改变，能够有多大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说只针对某一点点的东西的改变有多大。就比如说，假设今天我要设计一个产品一个功能，我除了会说我要把这个东西从A 变成 B 之外呢，我还会考虑说这个东西我能改变的范围是多大。那举个例子哈，以我做自媒体为例，那我做自媒体虽然不是做产品经理，但是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作为这个角度。比如说一开始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决定要做，就是我的自媒体到底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那如果你在 YouTube 上看的话，YouTube 整个这个频道里面，英文的内容一定比中文多很多。也就是说，英文的我们的观众的群体一定比中文要多很多。那么从这个 market size 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如果我做 YouTube 的话呢，那我怎么样呀？我应该选择英文而不是中文。但是我又想到说，那我同样的内容其实可以分发到不同的平台上，比如说 YouTube 可以发，但是 B 站也可以发，还有怎么样？还有小红书，还有什么微信公众号，还有什么呀微博，还有喜马拉雅。那你要是考虑到这些所有的内容加在一起的话，中文的内容可能是很大的。我当时呢没有做特别精细的一个计算，但是我相信以中国13亿人口和互联网的这种中文的这个自媒体的这样一个体量和YouTube 上英文的怎么样呀？自媒体的这样一个体量相比的话，一定是不差的。再加上我本人这个中文又是我的母语，我觉得呢，长期来看呢，中国的市场对我来说是更大一些的。所以说我最终选择了用中文来做这样一个节目。那我也知道很多小伙伴在 YouTube 上是用英文做节目的，那当然这样的想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尤其是如果你只在 YouTube 上做的话，那你确实是可以考虑用英文去做节目。这就是我讲的，这就是一种怎么样 market size 这种市场大小的思维模式。好，这是第一点 market size。第二点是什么呢？是 scalability， 叫可扩展性或者叫可重复性。就比如说我这个节目从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想的是我是一个怎么样呀？一个说话类的节目，一个访谈类的节目。这种节目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没有做 vlog 呢？我不是做什么 travel 呢？就是因为那种类型的节目非常的难去 scale。如果你是做 travel 旅游或者是 vlog 这种不断的要通过这个摄像机去拍这个拍那个，然后剪辑在一起的话，你就非常难重复，因为每一次你做的事情都是一个全新的事情。从内容产出角度来说的话，那你就很难做到大规模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它的可扩展性、可重复性就不是很强。那对于我来说呢，如果我想要不断重复，比如说我每个礼拜都有新的内容出来，那我想的就是说，我如何在这个前提下不断的降低我的这个做事情的强度。那所以说我对着屏幕说话，这种是最容易的一种可以怎么样重复性的话题。
题，而且呢，由于我认识很多朋友，我只要请他们来做我的嘉宾，我可以去采访他们，那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完完全全可重复的一个事情，这就不像 vlog， 这就不像去 travel 去旅游，那你要想做50个，你就得去做50件事情，或者是去50个地方旅游，对不对？那对于我来说，那我想比如采访50个朋友，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我可以这个怎么样无穷尽也，这我每个礼拜一期，那我觉得我做10年都做不完。所以说，我觉得怎么样呀？这个是我一开始就想到的。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话题和这种形式？是因为它有很强的可扩展性、可重复性。因此呢，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在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在工作还是做一个，比如说销售啊、营销等等也好的话，你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想到说，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可重复的，是不是可扩展的 ，scalability 就是可扩展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强大的一个产品的思维，一个产品的思维。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一次的成功。你要不断的成功，不断的成功，不断的成功。那么你要想，我如何能够让自己在我现在做的事情上能够不断的去成功？那这个呢，就是我讲的叫做 scalability 可扩展性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第三个思维呢是大名鼎鼎，叫什么呢？叫 MVP，MVP 最小可用产品 （Minimum Viable Product）。那么它的思维的另外一种说法呢，叫做迭代思维，就是很多事情你开始做的时候，你一开始不要投入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多的时间，你只要把一个最小的可用的东西扔出去，然后呢，不断的对它进行迭代。还是以我自己这个频道为例子，如果大家去看我前面第一期或者是前10期吧，前30期吧，都做的挺差的，我第一期连麦克风都没有。那就是对 iPhone 自带的那个麦克风来录的，音效怎么样呀？惨不忍睹，惨不忍睹。但是我还是把它录出来了。我当时最大的目标就是我要把第一期节目录出去，对吧？然后大家就来听，听完之后呢，我再不断的去迭代这个内容。后面啊就加了，比如说加了麦克风，对吧？先加的是个比较差的麦克风，后来换了稍微好一点的麦克风。再比如说摄像头也变得更好了，对吧？还打光，你看现在打光也比以前变得更好了。那包括这个姿势也比以前都是别人说我是俯视别人，说这个有点不好等等之类的吧。那各种各样的这种进步都是在后来产生的，都不是一开始就做的那么的完美。但是这个不重要。反观之，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博主，他在第一期的时候买几万块钱的摄影器材，他买了多贵的麦克风，多贵的怎么灯光，然后怎么样呀，自己去做，然后发现怎么样做不出来，或者做了一次之后就放弃了。那这种就是怎么样，就没有采取这种 MVP 的这种迭代思维。那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你不一定要做自媒体哈，你可以做销售、市场等等也好，都用得着这种 MVP 的思维。再举个例子哈，那最近呢，我的团队呢在思考怎么能做 newsletter， 就是呢通过邮件的形式和我的读者进行这样一个长期的互动和沟通吧 ，engagement。那大家 brainstorm 想了很多的栏目，想放在这个邮件列表里面，但大家想来想去，突然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难做，很难起始。于是我就跟他们说呢，说哎，你一开始呢先做个 MVP 好了，很简单，就第一，你怎么样呀？看怎么收别人的邮箱。第二，怎么把这个邮件发出去？因为你可能又要用一些软件啊，什么 SendGrid 啊、Mailchimp 啊什么的，先把这个事情能够跑起来。这能够收集别人的邮件，并且把你想要传达的邮件先发出去。好，你做几次之后，你再来说我要加一个栏目，我再加一个栏目，我再加一个栏目，然后这个事情就越做越好了，越做越好了。所以这个对于营销角度来说，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思维模式，叫做 MVP 迭代思维模式。好的，那在我们总结今天内容之前呢，怎么样呀？我先打一个广告。那本次节目呢是由硅谷大舅频道怎么样呀？自己赞助、自己播出的。那我们频道的目的呢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如果你也是一个怎么样呀，对互联网、对产品经理、对怎么样呀学习进步非常有兴趣的人，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在 YouTube 上就不会错过了。而且，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请怎么样？请点一个赞，为什么呢？还可以怎么样呀？让推荐系统把类似这样的节目推荐给有上进心的你，因为他怎么样？通过你的点赞，知道了你的兴趣所在，如果在 B 站上怎么样？感谢大家的3连支持。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呢，今天我讲了几个怎么样呀？这个产品经理的产品思维，我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呀 ？market size， 你要考虑到一个事情你的影响的这个范围有多大。第二个呢，要考虑到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很强的这个可重复性 （scalability）、可扩展性。第三个呢，就是 MVP 思维，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你要做一个简单的东西，让它先出去，而不是怎么样一开始要做的特别完美。做出去之后，再不断的进行迭代，也叫做迭代思维。迭代思维，那今天讲的3个思维呢，不仅仅作为产品经理是有用的，非产品经理我觉得尤其值得去学习。不管你是想成为产品经理，还是只是向产品经理学习一下他的这种产品思维，我希望对你都是有帮助的，都是有帮助的。那除了这3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产品思维呢？当然有。那么如果你知道什么样的，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看别的产品思维有什么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的。如果对这期节目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你觉得哪里你学到了，或者你觉得哪里你还有问题，请在留言区怎么样呀？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请记得在我们的怎么样节目的最后可以看到我们的频道的其他的精彩的节目，怎么样呀？可以去看看其他节目，也非常棒哦，不要错过。好，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